中国的 FC-31隐形战机具有怎样的优势？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超过美国的 F-35战机吗？这对于中国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此前中国的 FC-31隐形战机一跃成为中国的新一款舰载机。对此，美媒还专门发文表示，中国的舰载版 FC-31酷似 F-35的配置，更甚于 F-35B， 而且几乎和 F-35A 和 F-35C 的配置一样。从美媒发出的感叹来看，中国的这架 FC-31战机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完全是可以与美国的 F-35相媲美的，也在国际上有了较大影响力。近日，关于 FC-31战机最新的消息是，中国为了致力于中国战机走向世界，于是将在国际市场上大力推广独立研制的 FC-31隐形战机。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办公室，以积极寻求客户，达成出口合作，让 FC-31隐形战机走向国际市场，扩大中国战机的影响力。中国环球时报报道，据专家分析指出，中国 FC-31战机要走向国际市场，虽然面临来自如美国 F-35还有俄罗斯苏75的竞争，但是中国的 FC-31战机具备先进技术，价格合理，没有政治限制与服务完整等优势，很可能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较大国际市场份额，且有着较大的竞争优势。此外，中国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副总经理詹强指出，在中国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号召下，沈飞将切实把握开放机遇，拓展军贸市场。为了落实异形装备服务两个市场、联合场所等，成立了胡鹰专案办公室，制定了以我为主、主动出击的发展策略，培养了目标客户，为沈阳地区军贸业务的推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外，报道还指出，沈飞善用各地航展，展现 FC-31战机的技术优势。那么，中国的 FC-31战机有怎样的优势呢？FC-31战机是一款双发中型5代战斗机，从研发之初开始就是面向国际市场的一款战斗机。从 FC-31的编号上也看得出来，之前的 FC-1枭龙也是一款出口型的战斗机，所以这就使得 FC-31战机一直在专注于国际市场。中国 FC-31战机之前出过2个版本，一架是 1.0 版，另一架则是 2.0 版。FC-31胡鹰 1.0 版双引擎隐身战斗机是在2012年10月首次亮相，当时这种飞机的原型机进行了首飞，但是却没有获得海军的青睐。然后沈飞就对 FC-31战机进行了改进，从而建造了2号原型机。2号原型机在2016年首飞之后却依旧没有获得中国海军的青睐。此后，沈飞继续对其进行研发改造，并成功研发出 FC-31战机的 3.0 版。但是 FC-31战机的 3.0 版本之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没有示人，被视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一款战机。且其推出的舰载版因其具有的超高性能，一跃成为中国新一代舰载机，这就使其扩大了影响力，为世界所知晓，也使得其将会受到更多的青睐和欢迎。因此，这就使得 FC-31战机具有舰载版、空军版以及外贸版3个版本，实现一机3吃了，并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 F-35战机以及俄罗斯苏75战机竞争第5代战机市场。那么 FC-31战机和美国的 F-35战机对比如何？ F-35战机作为美国研发的第2种第5代战斗机，具备较强的隐形能力、先进的雷达和传感技术、有效的电子战系统的独特组合以及一定的超音速巡航能力，是仅次于 F-22的隐身战机。同时 F-35战机也是以美国为主、多国参与的国际性项目，其中既有分摊成本的考虑，也是美国加强盟友关系的一种方式。因此 F-35战机部署的时机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战略性含义。而美国的 F-35战机也不是完全的无懈可击。有趣的是，美国 F-35的分散式孔径系统虽有助于状况觉知、掌握周遭威胁，但飞行员驾驶的存在主要不足的是没有办法实际转头看现场，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 FC-31战机与 F-35战机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没受短场和垂直起降的要求的阻碍。从整体上看，中国目前的制造能力也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在 FC-31战机的设计上比美国更加的有效率，而且价格更有优势，并且性能也要更高。此外，中国的 FC-31战机是双引擎战机，不仅耗油量大，又需要在相当苗条的机身内置武器舱，所以需要来寻找额外储油空间。
但是随着 FC-31战机的 3.0 版本的成功升级，并对 FC-31战机的座舱罩进行了改动，加大驾驶舱后的储油区，并去掉半球形座舱罩，扩大油箱储存区，以此来在 FC-31战机上设计外挂可抛式油箱，这样就能留出更多内部的空间来储油，以便于可以最大限度地储存燃油，满足 FC-31战机的需要。在这一方面，中国的 FC-31战机要比美国的 F-35战机先进得多。其次，在隐身功能上，肯定也不会落后于美国的 F-35战机。因此，中国此前在歼20的隐身设计上也是表现出了超高的工艺技术水平，这也使得中国隐身战斗机的研发技术和发展速度都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完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中国的 FC-31在隐形功能上甚至比美国的 F-35更加的优秀。由于中国的 FC-31战机具有如此强大的性能，有专业人士就分析说，隐形战机的国际市场离饱和还差很远，中国的 FC-31战机将极富竞争力。因为美国的 F-35战机主要是以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为目标，即使有许多国家想要采购，但是却缺乏足够的预算，或者受到美国所设的广泛出口的限制。因此，在市场竞争上，也使得美国 F-35战机的竞争力远远小于中国的 FC-31战机。此外，中国 FC-31战机要走向世界，还有一个较大的竞争对手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世界武器装备市场的主要出口国之一，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就使得俄罗斯从中国获得丰厚的收益。俄罗斯可以与中国竞争的苏75战机被认为是面世的各种量产机、验证机中最具创意的一架战机，有着极高的地位。但是其还在研发过程中，据俄罗斯媒体预计，将在2023年首飞，2026年开始交付。因此，此案暂时不能对中国的 FC-31战机构成威胁。中国 FC-31战机可以趁着这段时间来加快抢占国际市场。此外，据专业人士分析，中国的 FC-31战机的研制技术已成熟，可以完全实现自主，不仅在出口的价格上将会十分合理，而且还能提供完整的机载装备和武器。不仅如此，中国甚至还可能会为了加快 FC-31战机走向世界，还会在购买客户国安装配线，实现扩大生产，以此来加深与顾客的合作，达到最好的服务效果，以及建立最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因此，中国的 FC-31战机已经完全具备走向世界的能力。这也是由于其具备超强的隐形性能、卓越的状况觉知力、超高的机动性、优越的成本效益，这些都将使得中国的 FC-31战机具有超强的市场竞争力，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战机走向世界，加快中国战机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提升中国战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